黃仁勳跟台灣為什麼高度綁定？關鍵在哪裡？他自己的財報就洩露了很多的訊息。第一個，您知道 ChatGPT 出現的第一個 quarter 第一季，2023年的第一季 ，NVIDIA 的營業額是71.9億美金。上一季剛剛發布的財報是816億美金，多了11.3倍。一季的營業額增加11.3倍，他碰到的問題是什麼？他碰到問題到底誰把產品做出來？如果你有幸在某一個領域是第一名的公司，你要怎麼才能持盈保泰，繼續維持你的競爭力呢？你只有一條路，繼續往前走。第二個，以前那個武俠小說是最厲害的人，是任何角度都可以出招。我在10個應用，我用10個不同的方案，我用軟體、硬體整合，我用半導體跟系統整個電腦、電子產品整個系統連接的方法，不斷的交叉，讓競爭者永遠看不清楚我在幹什麼。最後他發現有一個槓桿，2個字就是台灣。台灣是最好的槓桿。我在1個小時跟黃仁勳對話的感覺就是，坦白講，他真的對台灣很好。我很樂意這樣的，他真的有對台灣有感情。我真的可以感覺得到哈。他問我問題的時候，他是站在台灣的立場問我問題，而不是站在他公司的立場問我問題而已。黃仁勳有一個夢，他去建構一個 AI 的世界，他要去建構這個 AI 世界的基礎工程，他要讓這個世界跟過去完全不一樣。而如果他要去建造一個 AI 的基礎工程，非常清楚的是，台灣就是讓那個逐夢踏實的地方。現在他有想法，可是這個想法要怎麼落實？這個想法要怎麼實踐？看起來他是跟台灣的供應鏈牢牢的綁在一起。但問題來了。現在台灣跟他的關係就是真的這樣的一個密切嗎？他對台灣真的毫無保留的信任嗎？他對台灣有沒有一些疑慮的地方？台灣的政策、台灣的這個努力有沒有需要調整？如果有沒有一天是說台灣的政策趕不上，或者台灣的基礎建設出了問題，會不會讓我們本來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就這樣子喪失呢？若要談這個問題，我就邀請了 DIGITIMES 的這個創辦人這個黃清勇先生來跟我們聊一聊，因為他最近也跟黃仁勳有一個非常深度的對談，而這個深度的對談，他了解黃仁勳的想法是什麼，黃仁勳對台灣的看法是什麼，而台灣的供應鏈跟黃仁勳的夢想之間又有怎麼樣的一個連接，而這個連接可以長期的發展嗎？這個連接真的沒有問題嗎？黃院長你好。你好寶傑，還有寶傑怎麼說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那黃長剛才講的是這次非常難得，就是黃仁勳把他的 DIGITIMES 這個等於把他的 GTC 的這個台北放在台灣，這是第一次 GTC 的大會，在美國以外的地方，代表他非常重視台灣這個地方。可是我們就非常好奇啊，台灣真的有這麼好嗎？台灣的供應鏈真的有這麼棒嗎？現在如果黃仁勳要去建構一個 AI 的基礎工程，他真的非台灣莫屬嗎？寶傑，您看到台北電腦展的第一天，主辦單位說，第一天的 keynote speaker， 它代表的是10兆美金的公司，都是世界頂級一流的公司。他們為什麼都到台北來？不是只有黃仁勳啊。那黃仁勳在隔壁的台北流行音樂中心，另外開了一場2個小時的課，我在現場聽了2個小時，然後2個小時以後，我跟他有1對1的對談，就我們2個。所以他不是把我當媒體。寶傑也知道我是台灣最資深的產業分析師之一，而且我不玩股票，我不談股票，不談股市，因為我們是收集全球資料，用供應鏈的角度提供資訊的公司。所以黃仁勳常常看 DIGITIMES， 所以他對我很熟悉，所以我才有機會安排一個特別的對談。好，那我現在先回答您的問題。您也知道，黃仁勳跟台灣為什麼高度綁定？關鍵在哪裡？他自己的財報就洩露了很多的訊息。第一個，您知道 ChatGPT 出現的第一個 quarter 第一季，2023年的第一季 ，NVIDIA 的營業額是71.9億美金。上一季剛剛發布的財報是816億美金，多了11.3倍。OK， 一季的營業額增加11.3倍，他碰到的問題是什麼？他碰到問題到底誰把產品做出来？對。他必須把實體的產品送到客戶手上啊！不管那個客戶叫做微軟、Amazon、Google、Meta， 或者是 Oracle， 甚至是韓國的三星、
印度的 Tata， 它都需要充分滿足他們的需求。誰能夠把產品快速的交付出來？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現在的技術跟以前完全不同。以前呢，我們只要很聽話就可以了。什麼叫很聽話 ？PC 標準規格，我規格給你，照着做就好。你就照着做，公版大家照着做，規模越大越標準，你的市場規模機會，你價錢好，你就可以搶到市場。所以以前在個人電腦的時代，你只要打敗別人取得訂單，你就是贏家了。現在不是哦，現在因為它的 AI 的應用放在智慧製造、自駕車、無人機、智慧家庭，甚至更多你現在想象不到的應用。那麼它是一個多元無窮變化的商機。請問一下 ，NVIDIA 這家公司怎麼去定義市場？這是一個很高難度的事情。對，以前標準化的產品規模就可以，所以它需要連接所有的供應鏈，跟它一起 co-work， 一起創造出這樣的一個 ecosystem。所以當所有人都在談生態系的時候，我們現在對生態系的理解是跟以前不一樣。也就是他現在是摸着石頭過河。是，但是他發現我們台灣這條河啊，太多寶石了，太多寶石。而且坦白講，我跟黃仁勳1個小時的對談，我從來沒有壓力那麼大，我也很有經驗，我已經工作40年了，但是我發現全世界還有人這麼了解台灣供應鏈的，我不認為很多啊，因為我已經工作40年了。你等於說你是台灣第一個針對在竹科，然後再針對這些科學園區，那所有的工廠，你去了解這個生態鏈，而且去了解每一家的這個所謂的技術的能力。你說黃仁勳跟你是可以比拼的？我不敢說比拼，其實我們兩個專長不同。我呢比較笨，button up 什麼意思呢？我40年前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有一個工作你知道嗎？我必須到中華民國海關查每一家公司的出口報單，所以我就知道，神達、宏基到底把 PC 賣到北歐還是賣到南歐，哪一個國家賣的比較好？這個我很有經驗。對啊，或者奇怪了 ，A 公司明明報價1000塊，為什麼 B 公司只有報價800塊？為什麼差不多是600塊？問題在哪裡？你會發現原來一開始賣到美國的筆電比較貴，不是沒有面板，有一些公司沒有面板，因為要節稅，所以你就開始找到很多不同的問題嘛，所以不同問題你去跟業界的朋友請教，他會教你，你越累積越多，跟他一起成長。然後我在以前在情報中心當主任，我當主任的時候最大的優點是什麼？因為那個世界沒有 Internet， 你說你在資策會的時候，資策會情報中心，現在產業情報研究所，以前我是負責人。OK， 我當負責人的時候沒有手機，沒有智慧手機，沒有 Internet， 對不對？所以呢，施正榮啊、苗豐強啊、張忠謀啊、郭台銘啊，他們有問題就直接打電話找我，所以我跟他們就很熟。所以我是跟他們一起從最 scratch， 從底層開始慢慢摸索。我們的功夫是這樣練出來的。但是你也知道美國人最擅長的是什麼？品牌經營。現在他們最擅長是定義市場。寶傑，我想你會同一個觀念第一名的公司不用談市占率，第一名的公司我決定新的市場，讓別人永遠跟不上，我讓你看不到我的車尾燈，就誰定規格誰就是贏家。是，所以你知道定義市場模式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怎麼看 Morris， 怎麼看張忠謀？張忠謀最厲害的地方就是我看到3年、5年、10年以後，我到底應該怎麼經營？我的事業模式用事業模式取代我單一產品的成本跟價格。所以美國人很擅長這一套。所以問題來了，黃仁勳 NVIDIA 什麼時候創業的？1993年，對不對？那請問一下，一開始的繪圖晶片賣給誰？我今天也跟他談這個事情我覺得電腦展第一天，我跟他對話的時候，我就說，你一開始做繪圖晶片你就賣給台灣的主機板跟繪圖卡公司，所以你供應鏈你非常熟我就對台灣表示，他也知道怎麼殺價他也知道怎麼大量購買OEM 他都知道他非常熟悉。好，但真正起飛當然不是2000年以前，所以你可以看到一開始他也在摸索所以他的書裡面輝達之道，他也談到很多什麼，他說。如果知道創業這麼辛苦，他也不要創業，對不對？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創業非常辛苦。好，現在問題來了，您開始提到的時候，未來的人工智慧的世界，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它已經超越我們現在
99.99%的人的想象。對，為什麼？假設哈，寶傑，我們來思考一個問題：假設我是鴻海的廠長，我的工廠的不良率100萬分之1，假設是這樣子，100萬分之1絕對不是用人力可以挑出問題的，對不對？它一定是人工智慧，它會自動顯示，然後它會自動 fix， 自動去修正它不應該犯的錯，它下次不會再犯。所以我們開始去理解智慧製造對台灣的意義跟價值是什麼。我們不能用過去傳統工業工程的觀念去管未來的世界嘛。好，所以上次我記得我到你節目的時候，我也跟大家提到這個事情，你沒有發現嗎？廣達、緯創、鴻海這些公司的員工總數都大幅減少，所以量產製造的觀念也改變了。第二個，產品越來越複雜，您都發現了嗎？第三個，你會發現產品的多元性、價格區間落差很大，它跟以前完全不同。所以呢，回過頭來就是為什麼黃仁勳跟台灣高度綁定，因為他不可能在其他的國家擁有這樣的條件。對，好，因為我們過去的缺點，今天可能正好就是我們的優點。什麼意思呢？地狹人稠。對，好，人口密度高，然後第二個，我們都混很久。啊，从原來的 PC， 對，我从對不对？对，我從 PC 研究，我已經做40年。像他在台北電腦展的第一天，他跟他做報告的時候，他談到一個 reinvent PC， 就是新開發新的機種的 PC。他跟誰合作？他跟微軟合作。哎，寶傑，你會不會開始擔心說，那 Intel、AMD 到底要怎麼辦？對，因為他說我要通吃。哎，以前是 Wintel， 就是等於說這 Windows 跟這個 Intel， 他現在把 Intel 給趕掉了。對，我直接跟 Windows， 而且我直接把 GPU、CPU 跟我的這個 CUDA 的系統全部都放在這裡面去了。那是一個完全，他所以說我現在在定義一個新的 PC， 我在定義一個新的電腦，那個是一個非常豪爽的口氣耶。對，然後他又跟你講 mobility 行動連結，對不對？好 mobility 有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哦，耗電。好，那耗電用誰的解決方案比較好？ ARM 的解決方案比較好。所以用 ARM， 因為行動對，所以 ARM 加微軟加 NVIDIA，那麼它可以組成一個不同的陣營。對，那 X86 就沒了。所以啊，所以你不覺得？就以前我們20年前、30年前那個 Intel 的原來的 Andy Grove， 他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啊，10倍速。對，10倍速是 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 对不对？只有偏执狂能夠生存，對不對？哦，我們那時候在想說，那怎麼才能打敗 Intel？ 你根本想不出來，對不对？你現在發現說各種，因為其實那時候 Andy Grove 講了一句話。那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如果你是產業領袖，別人會想盡辦法分享你的成果，直到你一無所有。”對，哇！我在想，我也對你印象深刻，是不是？是。好，那我們開始想象一下，就是說，如果你有幸，你很幸運在某一個領域是第一名的公司，你要怎麼才能持盈保泰，繼續維持你的競爭力呢？對，你只有一條路，繼續往前走。第二個，你要讓。以前那個武俠小說是最厲害的人，是任何角度都可以出招。你開始想象一下，天下武功唯快不敗。對，然後呢，你開始想象一下，就是說，我在10個應用，我用10個不同的方案，我用軟體、硬體整合，我用半導體跟系統，整個電子產品整個系統連接的方法，不斷的交叉，讓競爭者永遠看不清楚我在幹什麼。對，啊，這個方法是什麼？好，所以。最後他發現有一個槓桿，2個字就是台灣。台灣是最好的槓桿，因為他又熟，然後他跟台灣的社會有很高度的互動。你看到那個台北電腦展，對，他那個 GTC 大會一開始大家講什麼？他在介紹幾家他常去的餐廳，花兩小館，對不對？磚窯，對不對？我吃在這裡，我這個生活在這裡，然後我的工作夥伴在這裡。但是他為什麼去定義這個事情？他要表達他對台灣的高度肯定，感謝，但他也知道他必須善用台灣的力量，所以他在最後整個2個小時的簡報的最後，他是什麼？他用 AI 做了很多影片，然後是台灣的夜市場的影片，讓大家知道說 ，OK， 我是真的理解台灣的。他的 deliver 其實坦白講，輝達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輝達是個 B to B 的公司，他根本不需要跟社會大眾打交道，沒錯吧？哈，那他為什麼願意？他不是到消費者手上的，
坦白講，我在1個小時跟黃仁勳對話的感覺就是，坦白講，他真的對台灣很好。我很樂意這樣講，他真的有對台灣有感情。我真的可以感覺得到哈，他在字裡行間表達那個情感，是一般國際級公司比較不容易看到，不能說沒有。對台灣的感情，對台灣感情，對，你可以感覺到，他問我問題的時候，他是站在台灣的立場問我問題，而不是站在他公司的立場問我問題而已。所以這一點我們也很感謝，所以我有跟他表達，我說我是台灣的公民。所以，我代表台灣的老百姓也謝謝你。我說，因為你的確鼓舞了我們。好，我現在其實比較擔心的問題就是說，台灣的老百姓、社會跟政府，對這個事情有多少理解？你的信心可以到達多高的程度？我不能說100分。也就是說，這個東西能夠持續多久？對，也就是說，今天我們其實基本上是跟他完全的綁定，可是綁定以後中間當然還有一些問題。不過我覺得他對台灣很妙的地方，你剛才講。台灣我看了以後，我覺得台灣非常非常的特殊。你剛才講，台灣是一個地下人稠，地下人稠。我後來發現說，他不是今天推出了這個 Vera Rubin 嗎 ？Vera Rubin 裡面不是所有的都是模組化，都是客製化，然後呢都是模組直接推進去。我後來看了仔細的資料才知道說，黃仁勳可能有一個概念，我的 Vera Rubin 要怎麼做？我可能要做模組化，我不要再有纜線，我不要再有風扇，我不要再有水管，因為這個東西會讓我維修變得非常麻煩。因為在之前有水管、有風扇、有這個所謂的纜線的時候，我要去維修一個東西，我可能要2個小時以上或更長的時間。可是我現在的模組化的話，我只要5分鐘。可是我要做到5分鐘的時候呢，他說那個滑軌，我本來以為說那個滑軌有什麼了不起，川湖憑什麼有這麼高的價錢？可他說那個滑軌很重要，因為你要滑軌在推進去的時候，它不可以有任何誤差，它的公差要在1/1000。那你說我這樣推進去就了解嗎？沒有，川湖的人必須要跟旗宏的人要有研究。因為你要什麼角度進去，我那個接管要怎麼樣的接上去，還有我的 PCB 板要怎麼樣的放，你的配重要怎麼樣。所以以前比如說我就單打獨鬥，你做不出來。可台灣廠商有一個厲害在哪裡？我這些廠商可以合作，也就是我的旗宏跟我的川湖跟我的這個所謂的這個臻鼎，我們倆可以討論，我們可以做出一個最適化，包括以台積電為龍頭，台積電為龍頭之後呢，台積電就可以分配。我怎麼可以把它最適化？所以黃仁勳可以說我要做到什麼程度，我有什麼樣的想法，我有什麼樣的夢想。後來我才發現為什麼他這麼愛台灣，台灣的供應鏈為什麼這麼厲害？是台灣可以捐棄成見，我們可以自己合作，我們的廠商可以自己討論，我們在最短的時間裡面碰到問題，可以馬上找當地的廠商來討論。所以你所有的夢想，我們講逐夢踏實，他的夢就可以在台灣整個落實起來。所以你就講的我就懂，說為什麼他對台灣的供應鏈這麼熟悉。他每天要跟着台灣供應鏈開會，每天他跟台灣人這個聊天，跟你了解你的狀況。那所以他的東西是跟台灣，我們可以說是跟他攜手合作做出來的。沒有錯，寶傑，我想你同不同意一句話哈？就是全世界的產品，只要華人學會了，就沒有人做得比我們好。真的。好，成本也好，品質也好，台灣人啊，華人都是世界一流。好，現在問題。就是也牽扯到中美兩強爭霸的問題，對，所以有很多敏感性的產品不能在大陸做，那麼台灣就是最好唯一的選擇，去紅供應嘛，真的是這樣子哈。這第一個，第二個呢，台灣的社會環境跟大陸有什麼不同？台灣的社會環境就是 ABCDE 公司，我們比如說我們 EMS 製造大廠，全世界前20大，台灣佔了8家，那台灣這8家今年第一季佔全世界71%。好，那問題來了，你有沒有聽說過這七八家的老闆相互校正對罵的？好像沒有，沒有，從來不會。他們可以坐在一起吃飯呢。對啊，對不對？對，趙雲業都是一起吃飯。所以為什麼？就台灣的一方面競爭，一方面保留大家可以相互合作的空間。第二個就地下人稠嘛，所以3不5時坐在一起吃飯，一回生二回熟，大家不會用難看的字眼對待對方嘛。所以熟了。大家讓點步，大家有時候交換一下條件，你也可以解決問題嘛。所以這些都是台灣很大的優點。然後呢，最後一個就是說，我們的工業真的大部分集中在新竹以北。好，新竹以北的溝通非常好。好，但我們運氣真的很好。一旦我們規模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發現高鐵蓋好了，對不對？我們又有中科，我們又有南科，對不對？所以南科、中科也形成聚落。現在我們該思考的是說，其實黃仁勳在第一天的演講裡面，他很強調一點，就是
LLM 大語言模型背後的 harness 束線那個捆線就是連接的所有的線條，對，你怎麼把它串在一起？如果黃仁勳這個世界級的大老闆，他想到所有的 harness 所有的線條千絲萬縷，要連接，那麼我們政府跟台灣的社會要不要多去想想，怎麼去協助中部、南部的二線的供應商，精密機械的、化學材料的？是黃仁勳特別跟我強調一點，他說：“我知道以前台灣的化學做得非常好，對，那現在跟產業界的關係能不能提升？”他在問我這個問題，也許將來會有更多材料的問題。好，現在問題就是說，回來。台灣到底還有幾年的榮景 ？AI 到底有幾年的榮景？你知道黃仁勳怎麼說？怎麼說？他說：“只要我繼續一直下訂單，現在就是他們，現在我請他們投資，他們都願意投資。所以投資跟訂單都不是問題。對，就是他們喜歡台灣這個地方，台灣也的確可以幫他們解決問題。可是他對台灣有在乎的地方嗎？你有問他說？”台灣現在當然講了，就是說我在這個所謂的解決你的方案上，因為他講台灣已經不是一個代工廠，台灣已經是一個解決問題方案的地方。也就是我今天不是幫你做代工，然後剛才講的規格其實是我跟你一塊去想象出來的。那所以他對台灣非常信任。可是重點是，你也問他說，對於台灣的比如說人力的問題、能源的問題或者政府政策的問題，他有回答嗎？寶傑，坦白講。我一開始問這些問題的時候，我比較保守，比較保留。我從簡單的問題問起。我問他說：“你不覺得台灣會缺人嗎？我們少子化。”你知道他給我的回答就是說：“如果以後都是智慧製造，你覺得這是個問題嗎？”所以他覺得台灣的人力不是問題，人力不是問題，台灣的少子化不是問題，不是問題。他覺得可以解決。是好，因為以後工廠的人沒那麼多了，不需要那麼多人。你只要新的工廠全部是智慧製造，那麼你有多少商機？因為只有台灣人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他最後一再的強調能源，所以他那天講的很客氣 ，maybe， 對，我覺得，好，坦白講，我們也是中立的第三者，我們希望這個社會更好嘛，對不對？政府政策不改變之前，我們不能過度強求，但是我們現在如果政府已經告訴我們能源政策要轉向，我是建議政府回應企業界的需要，因為。很多製造大廠，它不適合很強硬的方法去回應政府說你能源不夠，或者你可能會缺多少。我們如果用舊的保守的觀念來看未來的能源電力的需求，那問題不大。就像政府講的，2030年、2034年沒有問題。對啊。好，如果是這樣子，那是舊的思維哦。如果我們需要智慧製造，假設寶傑你有看到嗎？今年3月份的時候，台灣的總出口超過800億美金的。大家對800億美金的概念是什麼？大家如果知道去年台灣一整年的總出口只有6400億美金，你把它除以12，那你就知道一個月是500-600億美金呢。我們3月到800億呢，然後黃仁勳說訂單很多做不完，而且到了3月還是應該是淡季。他跟我講的意思，我的解讀是1-2年之內訂單爆倉，對，所以訂單還很多。問題是，你可不可以看到3年5年以後的市場？是，因為他說，如果讓我們有能源上面的concern，他這樣講的嗎？他認為說製造廠不會講話，但如果製造廠心裡面很擔心，說我真的把工廠設在台灣，電力不足怎麼辦？對，他是未雨綢繆，他會幹什麼事情？他會把工廠放到東協南亞的國家，或者放在留在大陸，他有幾種選擇啊。因為他想的事情絕對不是明年的事，他一定想5-6年後的事啊。當然是這樣子，所以我們開始去想一下，就是作為一個政府，因為你知道你的政策形成以後要落實都要2-3年，國家預算也沒那麼快啊，所以它有很多戰略布局，我們要有 lead time， 我們要想象說，我們可能要延後1年2年，所以現在政府要開始跟社會溝通。我們的世界跟以前的世界完全不同，那麼我們還是用30年前、20年前核能政策來思考我們未來的產業問題嗎？來不及了。所以我們現在，寶傑，你會同意台灣經濟立國，產業立國，我們沒有經濟，沒有產業，社會怎麼辦？所以如果今天我們很幸運呢，我們從 PC 王國一路走過來，後來變成半導體王國，對不對？後來發現。
PC 加上半導體變成一個很棒的生態系統。對，因為我們擁有全世界最好的解決方案，而且寶傑您了解嘛？哈 ，Big Four。Amazon、Google、Microsoft、Meta 這4家公司，去年的營業額多少？去年營業額是4300億美金，今年資本支出是7250億美金，比它營收還多，多少？多68%，我算了。你想想看，他今年要花的錢比去年的營業額還要大，那是個什麼世界？因為軟體公司，各位知道，我剛才講那些都是軟體，他們在定義軟體的價值。各位知道，軟體複製使用的成本很低，但是發揮到極致、極大化的時候，他發現一個問題，他需要更好的算力，跟更好的存儲的空間，對不對？所以他就需要台積電生產的尖端晶片，好，或者是韓國生產的記憶體。那請問一下，台灣要不要發展記憶體？當然，我們開始要考慮這個問題嘍。而且你知道，美光60%幾的記憶體都在台灣生產。是啊，好，那我們講的 crazy 一點哈，稍微狂妄一點，你要有想象力嘛，不一定會對。好，我說你會不會同意有一天台積電也做記憶體？不是 in memory computing 哦。如果你會知道說他可能會做記憶體哦，因為他必須考慮這個問題。你怎麼會認為三星不做邏輯 IC 呢？他在做邏輯，當然要做嘛，對不對？他最後就是一定是 hybrid 混合型的解決方案，因為你不知道你的晶片會用在哪個地方，它是記憶的功能、快速回應的功能比較強呢，還是運算的功能比較強？兩個不太一樣，所以我們必須知道第一級的公司，他們看起來是決定全世界市場，過去都是他們在決定，所以你會發現說，全世界有10家1兆美金以上市值的公司，除了台積電跟三星做半導體之外，其他8家都設計半導體，都是軟體公司。好，那他們定義的市場，他們現在需要我們把它生產出來。然後有一個公司叫 NVIDIA， 把中間那一塊填起來，就是你們的隔閡我知道，你們的痛苦我知道，我幫你解決了，所以你就聽我的。然後他現在在定義整套的市場。好，所以重點是說，我們開始想象一下，第一層是世界級的資訊服務公司，這就是您今天幫我們帶的。對，這一張圖是我 demo 給黃仁勳看的。我說上面那一排，亞馬遜、微軟、Google、Meta、Tesla、蘋果，他們都在定義軟體的價值。第二層呢，你看到重新定義的市場的經營模式，這是 NVIDIA 做的事情。當然有一些變數在 Anthropic 或者是 DeepSeek， 中國也有可能啊。好，這個2個基本上台灣人不用太花腦筋。為什麼？因為我們無法參與定義市場，對，我們要看得懂，看得懂他們在玩什麼。下面這3層呢，跟台灣有關，跟台灣有非常，就是我用那個黃色的虛線框起來那一塊，跟台灣有關。第一個就是尖端晶片是台灣做的，TSMC，當然 Intel 跟Samsung也有一定的技術的能力。第二個就是說記憶體，好，大家對電子產品有基本的概念。第一個就是電子產品要有運算能力，第二個觀念就是電子產品要有存儲資料的能力。所以這2個就是這2個是關鍵。好，這是第3層的。那我們跳開第4層，先看第5層。就最底下這2個，大家有沒有看到 EMS 公司？就量產製造的公司。什麼叫 EMS？ 就是我們的英文叫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簡單的概念簡單的廣達。對，簡單的概念就是不管什麼產品我都會做。就是你只要開規格給我，我就幫你做，我就做得出來。好，這是我們 EMS 公司，全世界20大，台灣占了8家，那我們占了71%，所以我們也沒有真正的對手。好，那另外一個橘色的這一塊，我覺得特別應該跟大家 highlight，跟大家強調這個事情。我們有將近50家1000塊以上股價的公司，他們都是冒出來的。然後在特殊領域上有特殊功能跟 performance 的公司，所以我們很高興有這家公司。好，現在問題來了，寶傑，您期不期待台灣有更多千金股？當然期待，是不是？好，那我們要去想辦法去創造出這個想象力。我們的想象力是什麼？所以我剛才為什麼跳開來說，中間那個白色的第一個 networking 網通型的解決方案，聯發科當然是重點，高通是重點，博通是重點，對不對？除了這個之外，我們還有一些我們台灣不擅長的技術、設備、材料、光學、
然後光纖，所以其實呢，我要到紐約去。哦，我去紐約哪裡呢？我去康寧。你去康寧？我去康寧，我有90分鐘的演講，跟康寧的高階主管講。其實我帶了一個夢去。怎麼樣？什麼夢？我就是希望康寧有沒有辦法跟台灣合作，再找出20家千金股公司，大家來台灣投資。Yes， 因為我們光學弱嘛。對。如果康寧把最好的光纖技術，跟台灣某一種工具、設備能夠連接，因為光纖跟銅線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散熱、耗電，所以光纖很重要。所以你知道，輝達投資的康寧32億美金。這我知道啊，我有問黃仁勳，他說我當然知道這個事哈，所以我就知道說這些公司呢，以前我們跟康寧、跟蔡司，康寧以前我們都認為 LCD 面板，他幫我們做面板啊。它跟光纖有什麼關係？它真正股價漲了3倍，是因為光纖的關係。所以我們分杯羹嘛，對不對？那分杯羹是我們要塑造一個什麼樣的光纖、光通信的環境？對，好，所以接下來有很多事情台灣要做。好，這個要做的東西當然牽涉到智慧製造。如果大家想象，就是說我們現在一季出口可以到800億美金，但我們要去想象，我們有1000億美金的時候，我們怎麼辦？我們需要多少電力？現在速度，因為您也知道，那個黃仁勳在台北電腦展第1天的時候，他開場講什麼？大概前面第1分鐘還是第2分鐘，他講了，他說：“我知道台灣今年 GDP 的成長率接近10%，amazing， 對不對？就很令人驚訝的10%是什麼意思？”好，寶傑，你知道我在不久之前2、3禮拜以前，我到韓國去，我說韓國今年第1季。GDP 的成長率 YOY 年度成長率環比是3.6%，韓國是30個 OECD 開發大國已開發國家裡面的第1名。對，但我說你們大概不知道，台灣是13.7，所以韓國人也很驚訝。以前韓國的媒體不太報道台灣的新聞，在那一天，除了我講課的內容被報道之外，我們台灣那個台灣漫遊錄，正好那一天得獎啊，杜克獎，這很難得。就是說，韓國以前不太認同台灣，他認為台灣不是對手。但是韓國跟台灣現在已經走出不同的路徑。韓國做垂直整合，它還是很厲害，好，但是台灣變成每個角度都可以出招，這個就會牽涉到生態系的問題。所以我們有1000家上市櫃公司。這類公司呢，它的價值是什麼？第二個就是說，過去我們的短板變成我們的長處。短板就是地狹人稠，對不對？那地狹，我們開始發現，效率挺好的，對不對？人稠，然後我們現在碰到少子化的問題，我們會不會人不夠？就發現，無人工廠也可以了。你開始慢慢有很多相關的解決方案，就台灣賜福，就是上帝賜福台灣嘛。我們只能這樣想，就我們運氣太好了。OK。作為我們幸運的這一代，我們怎麼去跟社會溝通，讓大家知道說，好好搶佔這個黃金10年，我們怎麼去想象的黃金10年？因為你在這個圖裡面非常清楚說，為什麼現在不管是這個所謂的 Amazon 或者是這個 Microsoft 的，包括 Google 和 Meta， 他們家大量投資，其實都是我要搶佔壟斷市場。我們知道，你有2個東西可以賺錢，第一個就是你定義市場的人，你可以賺到錢；對你壟斷的人，你可以賺到錢。你這個才可以真正，其他競爭其實賺不到什麼錢。所以現在大家都想壟斷，大家你如果不去把你的算力提升，你就會被淘汰。所以大家就要軍備競賽，軍備競賽，你很多東西都只能在台灣。那剛剛講，這是台灣天大的機會，台灣從來沒有想過說我會在全世界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我也沒有想到說我的股市市值會在全世界變成第5大，我更沒有想到說現在全世界連摩根士丹利都要來台灣開這個年度會議。它甚至我們的 ESMC， 我們的這個權重是不斷的在往上升。重點在哪裡？我們要能夠生產製造的出來，我們的價值就是這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可是現在問題來了，剛剛講的黃仁勳對我們的能源感到了不管是問號也好，焦慮也好，你說別人講也就算了。我覺得黃仁勳是所有美國大老闆裡面最懂台灣的。你剛才講他對供應鏈的懂，他如果懂供應鏈，他會不懂電嗎？他會不懂說台灣現在的生產需要多少的能源？
他會不懂說這個中間需要消耗什麼東西，他們的短板是什麼，長處是什麼，他一定知道啊。他那天講 maybe 的時候，我都覺得很 shock。他是一個非常低，就是說他不會去講這種話。當講 maybe 的時候，他已經把他的態度非常明顯的表達出來，所以他真的是有很大的憂慮嗎？你可以想象哈，到底什麼樣的老闆會給他提這種問題？你就說都是大老闆，對呀、啊，是不是？你像那天連陳泰明都講這樣的話了，大家都擔心，對不對？那為什麼大家都擔心？因為政府的責任事宜，就解釋我們的疑慮。好，政府的責任是告訴我們未來3-5年我的國家戰略是什麼。我到底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比如說，我剛才一開始的時候跟大家強調，台灣最大的優點是地狹人稠。對。那麼我們的國家戰略是不是應該跟這個事情有關？對不對？第二個，我們不太可能再回到靠農業養整個台灣。農業只佔1%，農業很重要。農業很重要，不是它幫我們賺錢。農業很重要，是當我們到中南部可以看到綠地，我們很開心。我們可以去日月潭度假的時候，我們路過，新竹路過苗栗，還可以看到很多綠地。這是農業對我們的價值。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靠錢，但是沒有錢萬萬不能。所以我們要去思考，就是說，我們讓這個國家均衡發展的方法是什麼？所以我覺得，我從黃仁勳的口中，我的體會是，這些很多大老闆都有跟他表達，對，他們一定不是只有一個，好，所以政府必須要有更明確的責任去告訴我們說 ，OK， 假設我們現在1050家上市櫃電子公司一年的總營業額是1.2兆美金，如果你再把世界級外商公司在台灣隨便就布局1-2千個人，我們到底需要多少人？我們的產值到底有多大？我們可能已經超過2兆美金，市值是5兆美金。那麼我們如果有一天，很多人在講台積電可能變成幾兆好了，好，那如果萬一它真的變成幾兆呢？那我們怎麼去思考我們的資本的運作的問題？我們怎麼去思考我們土地、水電、能源分配的問題？它需要未雨綢繆，它需要台灣最好的人才去思考這些問題。所以說，你擔心的是，現在台灣沒人在想這件事嗎？您認為有人在想這件事嗎？我現在也在擔心，我也不認為這個，我覺得是很多人憂慮的地方。就以前你會覺得說，為什麼現在很多人開始又在講李國鼎了，會在講孫運璇了？就是那有一個時代的人，他是做一個對台灣長遠的規劃，把一個台灣的資源做一個合理調度，或者說把所有的資源最大化的。可是現在在台灣的時候，你沒有辦法討論這件事情。但是你在討論能源的問題的時候，那就是意識形態，那就是你死我活，那就是堅壁清野，那就是楚河漢界。我覺得這個完全沒辦法討論，這個是也讓人家覺得非常沮喪，也非常擔心的地方。老杰，我很 honor 我年輕的時候常能跟李國鼎執政一起工作，是常常，他接待外賓有時候會叫我坐旁邊，我要負責答復問題，所以我大概知道一些事情。even 孫運璇院長我也接觸過，什麼意思呢？他們都做了正確的決定，然後讓台灣有一個機會吧，但是呢，寶傑，我的看法是這樣子，政策錯誤是經常會犯的錯誤，錯誤不重要，錯誤敢改，那個才是你的政策作為嘛，因為不可能每次都對嘛，對，要修正，對不對？一定要修正。第二個，知道自己不足，其實我是呼籲我們藍綠兩邊在對話這些問題的時候，請你拿出專業來對話，而不是戳人家的短處，針鋒相對。比如說，上次我記得我在節目裡面談過這個事情。韓國的人口是我們的2.15倍，那韓國的國家預算是我們的5.2倍。韓國花太多錢，台灣太摳門，就是我們要向對方修正，拿其他國家的政策來對比，並不是要批評我們台灣怎麼樣，而是說，人家做的哪一點做的比較好，哪一點做的比較不好。寶傑，我剛剛做完一個整理，全世界去年半導體的總進口金額，我是進口，因為我需要半導體，我進口嘛。你知道總值多少？1.4兆美金。但是我们要扣掉一個地方，哪一個地方？香港。香港其實有2700億美金，但是香港的半導體幾乎都中國100%，對，它只是轉口而已，所以它沒有真正的產業。所以我們把香港扣掉，香港扣掉就有1.2兆美金左右，對不對？好，您知道中國佔多少？37%。好，第二名是誰？台灣
11%，但是寶傑有幾個數字你恐怕會很驚訝，美國多少？3%，哦，日本多少？1.7%，韓國3.7%，什麼意思呢？真正量產製造都不在這些國家，所以它不需要進口那麼多的半導體嘛。好，第二個問題，全世界前12個主要的進口國，有3個國家，它的進口成長率超過35%，你會猜哪3個？好，我先告訴你，中國去年的進口成長率是10%，所以它的產業再有下去。好，另外3個是哪3個？越南、美國跟台灣，我們這3個都超過35%，意思是說產業蓬勃發展，但是美國只佔3%，所以美國even成長30-40%，都是因為政策改變，所以美國製造嘛，所以有一部分就回到美國去製造。如果不是這個，你認為它會有45%嗎？它更低，對不對？所以真正成長的是像越南跟台灣，對不對？好，還有另外一個國家也重要，但是它比較模糊，那個叫新加坡。新加坡我認為它應該有一半以上也是轉口到東協、南亞這些國家，所以我們這些數字呢是用來解讀的，並不是用來當成神來相信它，而是說你這個所有的數字的背後，你有不同解讀的能力，那大家就會比較了解產業政策。你講這個就是重點，就是說如果在產業上面台灣一直在蓬勃發展，我要進口這麼多，其實台灣出口也多。那如果在這方面，我們講黃仁勳已經講過，台灣不能只當一個 AI 的生產基地，它也應該作為一個 AI 的應用的地方。也就是說，我不是只是做 AI 為人作嫁，我做好了這個東西，我就給別人用，我給了這個所謂的東協用，不給了中東用，因為沙烏地阿拉伯需要，我給美國用，我給歐洲用，可台灣自己也要有。等於說，我現在變成2個問題是：我大量的生產以後，我的生產要電，更重要的是，我要把這 AI 落實在台灣啊。台灣有大量的這個所謂的這個資料運算中心啊，我也應該有超級電腦啊，我應該有雲端，而且台灣自己的 AI 主權，我要有自己的儲存的地方，我不能把我國家最安全、最重要的東西儲存在別人的雲端裡面，那是不對的。所以在這個上面，黃仁勳或者對很多台灣人的焦慮，或者對能源的焦慮，大家講人的問題、能源的問題、政策的問題，就這樣子就浮現出來了。我們把這個問題分成2個部分，第一個跟台灣的整個經濟環境有關係。台灣的製造業佔 GDP 將近40%，所以智慧製造一定是第一優先，因為它的確可以解決我們人力不足、少子化的問題。第二個，它是我們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動能，所以這個部分應用部分這一端要先考慮。好，第二個部分，我認為2個大的產業，一個醫療，好，另外一個金融，因為這2個做 B to B。對，你要讓用戶付錢，因為在未來3到5年，有能力付錢的是這種人，對不對？那第3種以後就是屬於一般生活上的應用。那麼我們來考慮一下，我如果是政府官員，如果我可以做決策，我會把底層的應用當成補貼社會。我從電子業賺到錢嘛，我讓賣蔬菜的，我讓最後一里路賣竹筍的都可以醫化。那樣的方法是什麼？數據更多。第二個就是說，千萬記得一件事情，比如說台灣有沒有可能建立全世界最好的自駕車？智慧駕駛。對，自駕車的環境，我覺得台灣開放太慢。不只是慢，但是台灣的優點是很大的，你知道嗎？因為我們95%人住在新竹到屏東的西海岸啊，對不對？我們相對容易。如果你要實驗，宜蘭可能最好，因為宜蘭是封閉的地形，就是你只要找到政策方向，你很容易落實。第二個，寶傑一定知道，台灣的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對不對？意思是說什麼？我們每個人都智慧化，我有一個終端的設備嘛，所以相對來講，台灣的教育程度又好。那您同不同意？台灣要做智慧應用，台灣有最好的機會，對不對？第3個。你如果讓老百姓知道怎麼用，這些人一旦進到黃海廣達人保以後，他知道應用的環境是什麼。我們重新去定義市場，坦白講，你就把國內應用的部分當成農業好了，讓老百姓，我們發展電子工業、發展資訊科技的目的是什麼？第一個，出口創匯賺錢；第二個，讓我們生活品質更好一點嘛。我們為什麼不能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所以他不是罪過。我們下一代的年輕人，他值得，他們可以擁有更好的生活的條件。那麼政府如果願意做先期的投資，我記得上次上您的節目的時候，我也談到挪威的綠能車嘛，它比例最高，它有北海石油，它幹嘛綠能車比例最高？因為它要教育它的下一代，及早使用新科技。一樣的道理，如果今年台灣的電子業賺這麼多錢，那麼政府超徵的稅收，不管從股市賺到的、所得稅賺到的，那麼請你們去思考一下，我們未來科技應用、智慧應用的時候，哪幾個場景台灣要先做？你不管選哪一個，我都支持。只要你願意做，我都支持。我覺得都是好事，因為智慧應用的東西會留在台灣。因為你做的不好，坦白講，導入的人也是台灣人，失誤也是台灣人，好，虧錢也是台灣人，錢還是在台灣，它的附加價值不會出口去。所以我們要思考服務業，尤其是先進服務業對整個社會的價值是什麼？好，最後一個就是說，我們剛才談到金融跟醫療。這兩個意義非常深遠。就我們以前說我們要台灣變成亞太金融中心，我們講吹牛，但現在發現我們的股市是5兆美金。對，好，寶傑你知不知道哈？我聽說的哈，我聽說外資哈，他們的那個台灣的限額，就投資台灣的錢占比多少我不知道哈。我說假設是10%，超過10%，上面就跟你講不能再投了。對啊。假設我們能夠說服總部用國際行銷的觀念，告訴他說，我們台灣不是只有10%哦，我可以占15%、20%，那麼我們台灣的財富會繼續增加。那財富增加，我們就有更便宜的錢，因為國際資金給我們，我們就去滿足啊 NVIDIA、AMD、Intel 這些世界級公司對台灣的要求嘛。好，我想你也看到了 ，Tesla 也想找台灣合作嘛。為什麼要找台灣？因為台灣最有效率，最不會犯錯。所以我以前聽過一個前輩跟我講，他說美國人吶很會問問題，台灣人吶很會答復問題，所以這是我們的優點嘛。好，所以現在政府其實政府的政策很簡單呢，政府政策只要想清楚，好，我的優點是地狹人稠，那麼我不要仰賴農業，但是我願意補貼農業，我願意給農業更好的價錢，我願意給農業的我們的餐飲業年輕人願意他可以生活得很快樂。我們的方法是什麼？我們應該想，因為我們人的互動多，比如說我們的勞工法規可能不能跟美國一樣。為什麼？因為美國地廣人稀，人跟人的互動的頻率低，摩擦的機會少，所以你不覺得台灣比較容易出車禍嗎？所以我們要想這個事情，但是我們要與時俱進。像我前一段時間，我到西班牙、到葡萄牙，我到韓國旅行，我自己開車，德國我自己開車，我就發現說，他們的彎度明明比我們還彎，為什麼它速限是120？什麼意思？寶傑，我們都理解一個道理哈。現在的車子剎車性能、加速性能比50年前、30年前好很多。你現在用的是30年前的交通法規，我怎麼可以接受呢？就是你要跟着時代一直改變嘛，對不對？我們有 ABS 剎車，對，我們的很多條件跟以前已經變了。你還在跟我說？高速公路有時候70，有時候60，因為轉個彎就要變60，哇，那個害死人了。所以市長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我們的產業跑得非常快，我們的產業已經是世界級了。可是我們很多的政策，我们的很多的想法，30年前是綁的，是好，沒關係哈。我剛才講就是說，如果我們承認政策有落差，那麼我們理解了，好，用最快的速度滿足改變這個政策的失誤，那麼就是一個好的政府。我的理解是這樣子，對不對？但是 Matter 你是藍的還是綠的，跟我沒關。那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應該去努力，作為一個媒體人，作為一個產業分析師，我的責任是告訴大家說，我看到這個你要不要參考一下？對，如果你覺得不錯，那你就修正，我們就給你鼓鼓掌，說好棒，我們也樂意幫大家講話。我覺得我看到的世界是這樣子，是因為台灣的問題是這樣，就是說我們的民間非常強，可是現在的問題在。如果我的剛才講那是基礎設施，我的基礎設施沒有辦法，就你曾經在你的新書裡面有特別提到，連韓國都買了很多的這個所謂的晶片，買了很多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AI 的這個東西，他們去建構他們的 AI 的設備。可是台灣在這一方面，我們製造很多的 AI，可是我們在應用 AI 上面，你特別是在 AI agent 上面，你說包括中國，他們都做了很多 AI agent 的這個所謂的努力，或者做比如說不管是送貨也好啦。送餐也好啦，或者這個所謂的無人機也好，台灣在這個上面
我們反而相對是落後的，這很荒謬。這是我們做的啊。就我剛才講嘛，發展科技的目的2個，第一個出口創匯，因為我們是個貿易國家嘛，我們要賺錢嘛，對不對？第二個就是讓老百姓的生活品質更好。對，其實我剛才講到，我40年前回台灣的時候，政府找我當研究員，做什麼？我們這一批20個人政府用行政院第2預備金訓練我們20個人。我是第20號啊，說我們是第1代的研究員。那時候我經常聽到政府官員講一句話，他說政府的責任是改善 infrastructure。什麼叫 infrastructure？ 就基礎建設，水電、人力、教育、土地，這個就是政府要提供給我們的。企業個別的責任，你把自己的企業經營好，政府給你公平的環境，大家就是公平，對不对？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還有第2個，政府不能圖利廠商，但是政府要知道圖利產業。如果你不能圖利產業，我要你幹嘛？對，我幹嘛繳稅？所以我們開始要想象這個事情嘛，所以我們對政府的期待，我認為是公平的，就是一樣。30-40年前，我從資深官員裡面嘴外面聽到的，我再講一次給大家聽。他們以前是這樣講的，那我30-40年後，我還是認同。我認為說，政府的責任就是改善基礎環境，把基礎的政策定好。就是我剛才講。回到我最想講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地狹人稠，它既是祝福也是詛咒，對不對？你選對了就變成祝福，選錯了就是詛咒。而且我覺得台灣剛好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剛剛講，我們今天剛好我們在發展 PC， 我們為人作家，我們做別人不願意做的事情，我們把每個小東西都做到最好。因為你要把小東西做到最好，我才進到供應鏈，我才可以賺點毛三到四的錢。可是沒有想到那些東西，我們居然培養了台灣這個所謂的解決問題的能力。你要特別強調一點，就是康寧其實來到台灣，也就是我覺得這個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是我不但是掌握了 AI 時代裡面最重要的工業製造的能力，而且全世界的這些大廠商，包括了日本很多的化工廠，包括了康寧，包括了 ASML， 包括了蔡司，這些以前對台灣來講都是高高在上，他們不可能来台灣投資，可是現在他們都一個一個來台灣投資。那台灣現在就要靠這個機會是，我不但是要穩固我作為核心製造能力，我可不可以透過因為 ASML 來了，康寧來了，就像您剛剛提到，康寧能不能幫台灣再創造10個的千元企業？對，那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因為你來了，包括日本的化工来了，我把你的技術留在台灣，把你的台灣再做提升，否则你只是就現在的東西繼續做，你還是吃老本，那個對台灣來講是不對的。所以剛剛講的這個台灣剛好是一個轉折機會，我現在看起來很好，可是很好的狀況下，我怎麼樣持盈保泰的走下去？那是台灣的人、台灣的政府、台灣的這個所有的人都要思考的問題。是啊，以前40年前，我們在台灣科學園區剛剛成立沒多久，我們在想什麼？我們在想撿到籃子都是菜啊！只要你是電子產品，你進了訓練園區，我們都歡迎你，對吧？我們過去的觀念是這樣。好，我們經過30-40年的演化 ，PC、行動通信到現在人工智慧，這個演化的過程中，台灣從小學生，變成至少是大學生吧。我們也許還不是博士班的，但是我們還有一定的基礎。我們現在開始想象，我真的需要 FDI 嗎？外資直接投資嗎？好，我們需要，但是我們是希望他們來補強我們的產業鏈，因為台灣不缺錢啊，台灣外匯存底是6000億美金啊，我們幹嘛跟中國大陸比？幹嘛跟越南比？我們本來就是不同樣的國家，大家去理解哈，錢用在對的地方。台灣最大的問題是只省錢、只存錢、不花錢，這才是台灣最大的問題。現在黃仁勳告訴我們說，我請他們投資，他們都願意。對，這很重要，這很重要。所以錢不是問題了。好，現在我們是說，我們要康寧，我們要蔡司，我們還要日本的 Sumitomo，我們要化學工廠，我們要這些公司 ATMI。你知道有一家公司叫 CABOT， 你知道這家公司嗎？他做化學材料公司。好，他買下，我如果沒記錯啊，他買下高雄一個李長春化工還是什麼？買李長春了。我記得是這樣。好，也許我有錯，但是我大概10年前有一次，他們在芝加哥，我去的時候啊，因為我是政府拜托我幫忙，就講解給他們，叫他們強化對台灣的投資等等。我發現來了5個副總裁。2-3個資深副總裁，我在想說也不用這麼大的陣仗，好，結果你知道嗎？他跟我講什麼？他說
我們40%的市場都在台灣。我說你是做什麼的？因為我剛下飛機。他說我們做半導體化學材料。哦，難怪。然後呢，第二個他告訴我說，我們很多的配方，必須跟台積電、聯電這些公司共同研發。對，所以 patent 也有都共同持有的 patent 等等這些問題。所以我的問題就是說，台灣跟這個世界頂級的公司合作，我們是要懂他們要什麼，我們把機會創造給別人。如果不能讓這世界級公司賺到錢，他們為什麼要來台灣？當然，對不對？他們賺到錢，我們就可以分到錢。而且我們想把它留在台灣。以前我們很怕外商進來台灣賺我們的錢，就把錢帶走，對不對？以前是以前，現在台灣有自己。台灣跟新加坡有什麼不一樣？我以前常講這句話：新加坡是 outside in， 台灣是 inside out， 這兩個不一樣啊。新加坡沒有本土的工業，所以他必須把外商找到新加坡去投資。所以新加坡號稱全世界的晶片有10%來自新加坡，但是他們沒有一個是本土公司。所以新加坡政府很有效率，他說我把基礎環境做好，你進來你要繳稅，但是我跟你談判，你繳100億，那你只要繳給我50億，50億你可以帶回去。哎，外商認為划算，他就來了嘛，就是他在做這個事情。那台灣不一樣，台灣是 inside out。我們吃飽了，撐住了。我說，我們就開始想說，一部分的分給別人。所以基本上我也贊成，台灣 can help。台灣現在要組織寶傑，我剛才有跟您提到，40年前政府為什麼組織 MIC 這個團隊？因為有一個美國的科技顧問 Bob Evans 跟李國鼎執政建議，他說你們台灣中小企業多。收集產業資料不專業。第二個，政府官員不知道什麼叫做高科技。你找20個年輕人做這個事情，我就是第20號。好，現在問題不是我，問題是說我們這一代，我認識很多很好的朋友，我們有沒有可能把台積電剛剛畢業的 CTO、CFO、CIO， 然後呢，我們科技業資深的60幾歲退休，還有很有能力、外語能力很好的人，組織一個 think tank。組織一個智庫，去協助越南、馬來西亞、泰國。放心，我的理解，資本市場、人力、經驗、客戶的信賴度，他們都不會是台灣對手，所以我們應該要很有自信的去協助更多，然後讓全世界很多重點國家都變成我們的夥伴。對，我們應該去想，我們怎麼幫捷克啊，我們怎麼去幫立陶宛啊？所以你的意思說，台灣已經非無下阿蒙了？當然啦，應該要做一些符合台灣能力應該做的事情。它符合人類的價值嘛？就是說，任何一個國家，我也去過立陶宛啊，我去過愛沙尼亞，這些國家，他們地廣人稀，他怎麼可能打得過台灣嘛？但是他有很好的人才啊，他們的人的教育也很好啊，能不能變成我們 IC 設計公司的一環？我們為什麼不想這個事情？那就是國家戰略的問題。對，我們為什麼不去想？英國的倫敦科技的技術週，我去年去講課的時候，我就發現。他們在劍橋的 ARM-based 的設計公司都很好啊，那為什麼跟台灣互動不多？我就跟英國的官員講說，我們應該台北跟倫敦建立一個直通車嘛，讓你的公司利用我的基礎環境，我們利用你的先進科技，兩個之間不會有對打。當然，因為它的 AI 的設計是很強的，丁麥就是他們的。美國、歐洲的設計公司如果毛利沒有到40%，他就不會做，因為他做不下去。因為它基礎的環境，它的成本就是要墊高到40%以上。台灣呢，毛利20%，就我們過得不錯，對不對？台灣我其實跟印度講過一個事情，你找台灣公司來投資可以，你一定要讓他賺錢，賺少一點沒關係，他就會抱持着希望，但你不能讓他貼錢，因為我們看起來是大企業，好，但是呢，投資印度的時候，印度14億人口，我怎麼補貼得了？我補貼不了你。你整個國家你也不會對我有忠誠度，所以我一定要先賺到錢，讓我累積經驗，知道怎麼跟你合作，它自然你的工業就會帶起來。所以我們認為台灣跟這些國家都不會有直接競爭關係，大家要有自信，因為台灣已經非無下阿蒙，就像您講的。第二個，產業的複雜度、多元交錯的環境，對台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至少我自己認為，如果大環境、政治環境沒有太大的改變，10年黃金10年，黃金10年。但是寶傑，我很樂意告訴你，我5年前就這樣講的，所以我跟你講了5年了，還有5年嗎？我還有10年。好，我們現在
延續說我們還有10年，對，我認為我們還是很樂觀哈。但是我們這一代要撐住，就我們這一代的責任不是要賺更多錢，我們這一代的責任是把台灣最美好的這一塊的價值，我們能讓下一代人理解。所以我只是跟社會大眾呼籲，就是說，所以你才這樣苦口婆心的到處去演說，到處去講。寶傑，你會很驚訝，我已經在台灣32所大學講過課。好，所以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因為以前我也是別人教的，所以很多很好的老師教我，我慢慢學，慢慢學，我也學到了一些東西。那麼我就代表大家，協助大家去把台灣產業的知識結構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會跟寶傑講啊，我說台北電腦展，如果你願意訪問我，我很願意再來一次。好，所以我們把大家看到的、大家公平的，從社會利益的角度跟大家分享我所看到的這些，不是很好嗎？我覺得非常需要你的眼光來告訴大家這個世界怎麼運作。不過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知道黃仁勳已經在 AI 這個領域裡面已經獨霸了，可他有一個焦慮，他最害怕的居然不是 AMD， 他居然也不是擔心 Google 的這個新的晶片，他最擔心居然是華為，有這麼可怕嗎？其實啊，大陸那邊的做法，如果是 top down，比晶片、比效率這件事情，我覺得勝算不高。我個人的看法，那大陸最有機會是毛澤東的戰略。叫鄉村包圍城市，因為它有4億人。寶傑，您也了解哈，中國大陸的紅色供應鏈真正崛起是在2008年以後。2007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iPhone 出現了。iPhone 跟傳統手機有什麼不同 ？iPhone 智慧型手機是雙向對接，所以呢，數據的產量是倍增。第二個交錯，所以有14億人口。經濟正在成長發展，同時交錯 booming 上面的商機會有多大？所以中國在2008年以後真正建立紅色供應鏈是2008年以後。第二個，生逢其時，坦白這一代人運氣也很好，像馬雲這一代人運氣很好。為什麼？2008年的北京奧運是很成功的，證明了中國的國力，中國可以定義出新的大賽的舉辦模式。好，除了這個之外。中國有很多大城市都舉辦過世界級的活動，什麼意思？人的眼界改變了。坦白講，我們要不要鼓勵企業界多做一些藝文運動賽事的贊助？因為以前我們都不做這個事情，我們開始要去理解社會的互動、多元交錯，它必須要有很多社會教育。這個事情呢，看起來很貴，但是我們不能永遠都不做。好像我跟黃仁勳在最後跟他10分鐘在談的時候，我們在談什麼？我們在談說，台灣要不要進入到終端市場？以前不做品牌是祝福，以後不做系統整合品牌可能是詛咒哦。什麼意思呢？現在的品牌跟以前的品牌一定不同。三星的電視機為什麼值錢？為什麼？因為三星告訴全世界，55寸以上的電視機。他們市占率1半以上，然後呢，全世界有錢的家庭客廳最好的位置是我三星占領的，他可以不賺錢，所以他要的是 Samsung 這個 brand， 然後他希望以後電視機就是智慧家庭的入口，你將來是要用智慧，你的Alexa 很多的解決方案，透過我的電視機當成一個入口，那麼三星可以賺多少錢？他期待這個事情。但是智慧家庭沒有發生，沒有發生，他所有的串聯還不成功，但是呢，我剛才講就是說，過去你在最有錢的時候做這個投資，你不痛不癢，所以三星並沒有受到很大的傷害，對不對？好，現在我的問題就是說，我們要不要讓鴻海、廣達、仁寶、緯創、緯穎這些公司更了解 data center，數據中心在台灣建構的時候，我會碰到哪些問題？好，所以政府在投資數據中心的時候，你的看法理解是什麼？我們要有幾個數據中心，我們是讓 Google、Amazon、Microsoft 在台灣建數據中心，跟他們一起 co-work 呢，或者我們在 vertical 分眾領域的應用上面，我們有自己的價值跟價值主張，因為那個事情我們不能假手他人。我們的醫療體系，我們當然要有自己的系統了，對不對？那是國家安全、國防啊，很多。所以你講的不是品牌，是系統。對，系統整合上面的價值，我們必須有更多。我們的軟體人才跟以前不一樣，我們不是要去發展出微軟那種軟體人才，或者是 Oracle 的應用的，我們要發展出我們核心產業，從智慧製造
到很多尖端的智慧醫療這些應用上面的軟體人才，我們可能需要有更多的經驗。是好，我們相信，當然我們也希望台灣是一個福地。那我們覺得西亞溫亞米亞亞，台灣剛好走到一個非常巧妙的歷史的這個路口，我們成為一個全世界 AI 的這個所謂的生產重地，而且你變成是一個無可取代的。那問題來了，我們現在的這個所謂的狀況是過去的選擇導致現在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場景，有這樣的一個榮景。可是現在我們也在做這些選擇，我們也在做一些決定，而我們現在做的選擇跟我們做的決定，對我們的下一步，對我們的下一代，能夠我們講不要辜負我們老天爺給我們的這樣的一個福分。那如果不辜負的話，我們現在做的東西夠嗎？我們社長非常苦口婆心，他非常認真，這樣去說服，就是告訴說，現在台灣你做的任何決定，都跟你未來的狀況息息相關。非常謝謝社長，謝謝寶傑。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的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